Anthropic 公司正洽谈从英国初创公司购买人工智能芯片。这条新闻是最近整个科技圈被误读的最离谱的一条。很多自媒体都在说，估值已经冲上万亿美元的 AI 超级巨头 Anthropic， 准备花2亿美金投资一家连产品都没做出来的英国初创芯片公司，名字叫 Fractal。 很多人一看到标题，第一反应就是又一个 AI 巨头苦英伟达久矣，终于要砸钱扶持小弟，搞去英伟达化了。真是这样吗？那今天我们先把这层糊弄人的公关迷雾拨开，彻底看懂它背后的真正逻辑。根据金融时报 SafeDate 和 The Information 的交叉核实，市场上那个 Anthropic 砸2亿是把3条完全独立的新闻硬生生的缝合成了一个怪胎。第一件事， Anthropic 那2亿美元是去跟黑石这种顶级的私募巨头搞企业合资咨询，目标是把自己的 AI 卖给传统行业，跟芯片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第二件事， Fractal 确实正在找2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但真正的领头方是 Excel 这种老牌传统风投，同样跟算力大厂没有关系。第三件事，也就是新闻真正的内核， Anthropic 跟 Fractal 之间仅仅是早期采购接触谈判，连意向书都算不上，更谈不上任何形式的股权绑定。把这3件事搞清楚，再来看牌桌两侧的体量差距，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有多魔幻。一边是 Anthropic 年化收入已经从3个月前的190亿一路狂飙到300亿美元，在二级市场的隐含估值突破万亿，手里还捏着高达 8.5G 瓦的远期算力承诺。 Google 通过博通提供 3.5G 瓦的 TPU， 亚马逊那边最多提供 5G 瓦的新容量，1个 G 瓦大约相当于一座中型核电站的满负荷输出。 Anthropic 手里等于握着将近9座的核电站的算力规模。而谈判桌的另一边呢， Fractal 一家到今天为止连一颗拿去机房跑的实体量产芯片都没有的英国初创公司，业内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到2027年才可以实现商业化，量级如此悬殊，这就引出了今天最核心的那个反常识判断。既然这颗连影子都没有的英国芯片今天根本救不了 Anthropic 庞大的服务器账单，那为什么在冲击万亿估值的节骨眼上 Anthropic 非得把它拉上牌桌呢？因为 Anthropic 真正想买的根本不是一颗芯片，他真正要买的是一条能写进 IPO 路演 PPT 里用来防身的推理成本下降曲线。但这句话背后有一个多数人不知道的财务真相，知道了之后，你看所有的 AI 公司的估值逻辑都会不一样。Anthropic 那本华丽的账本底下正在流着那滩极其致命的血，是这件事的核心。很多人看科技新闻只看收入增长，觉得 Anthropic 马上就要干翻 OpenAI 了。但如果你去问华尔街的精算师，他们会告诉你， AI 公司的收入增长越快，有时候反而越危险。因为每一次你让 Cloud 帮你写邮件、改代码、总结报告，背后燃烧的都是真实的显卡折旧和天文数字的电费，这就叫推理成本。不同于训练那种一次性的大手术，疼一下就过去了，推理成本是每天流的血。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独家披露， Anthropic 在2024年的真实毛利率是惨绝人寰的负 94%。 他每从客户兜里赚1块钱，就得倒贴将近2块钱的直接算力成本给英伟达和云厂商。到了2025年，
管理层乐观预期毛利能做到 50%， 结果呢，因为云算力账单严重超支，被迫下调到了 40%。 而多家投行分析师的建模预期显示， Anthropic 到2028年的毛利率及格线是 77%， 跟传统的软件公司一样赚钱。从 40% 到 77%， 这近40个百分点的窟窿怎么填呢？本来 Anthropic 以为靠着规模效应慢慢的熬也能熬过去，但从2025年底开始，一种全新的 AI 使用方式直接把这种流血变成了大动脉的出血。这就是今天科技圈最恐怖的词 Agentic AI， 智能体风暴。以前的 AI 是一问一答，你问一句他回一段，大厂通过收你每个月订阅费勉强把账算平。但现在的智能体不一样，你让 Cloud 智能体去重构整个代码库，这个智能体会在后台疯狂的进行自我纠错，反复阅读几十万行代码日志。就好像你让助理去查个资料，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1个小时内往返国家图书馆跑了整整500趟，而这500趟的车费全都是 Anthropic 在替你垫付。根据内部报告披露，一个每月只交$200订阅费的重度开发者，在极端使用智能体的情况下，竟然能在1个月内烧掉高达$5000云端推理算力，$200收入，$5000支出，这是负 2400% 的单用户毛利率。这种亏法，别说 Anthropic， 就算印钞机也扛不住啊。更让整个硅谷震惊的是高盛发布的一份42页研报揭示的趋势，在很多大型软件公司里，用来购买 AI 推理 API 的预算已经快逼近这些公司程序员发薪总额的 10% 了，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面对这种智能体反噬的推理税， Anthropic 在今年4月做了一个极其冷血但也极其无奈的决定，账单转嫁。他们彻底取消了针对第三方智能体工具的无限量评价订阅，强行把用户切入按量计费的模式，甚至搞出了极具攻击性的长上下文惩罚税。只要你的单次输入的 token 超过20万，整个账单就按2倍输入、1.5倍输出的惩罚率来算。说白了，为了给即将到来的 IPO 铺平利润率道路，他们毫不留情地把这笔沉重的物理算力账单直接转嫁给了终端企业用户。但这又带来了一个致命的死循环，账单转嫁给用户，用户不傻， OpenAI 给订阅用户的 token 额度比你高了几个数量级，还有 DeepSeek 这类开源模型的推理成本更是比你便宜 90% 以上。你一涨价，企业客户的 CFO 立刻砍预算跑路。于是 Anthropic 意识到，光刀逼用户是扬汤止沸，要真正降低推理成本，必须给3个上游算力房东施压，让他们重新坐回降价的谈判桌。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Fractal 这个名字终于被端上来了。这家英国初创公司对外宣称的口号极其性感，我们的新架构能比英伟达顶级 GPU 运行大模型的速度快100倍，成本降低10倍。听起来是不是拿到了爽文剧本呢？但在半导体硬科技领域，遇到这种整数倍的夸张宣传，第一反应不是跟着狂欢，而是去查它的物理实测数据。在全球 AI 芯片领域，有一个绝对权威的第三方考场，叫 MLPerf 基准测试，相当于手机界的跑分榜，但严苛10000倍。英伟达、AMD、Intel 全在这里刺刀见红。那号称快100倍的 Fractal 呢？在包含第1级大模型测试的最新榜单里， Fractal 的表现
是3个字：零交件。从早期版本到最新版本，连一块物理硅片的数据都没有提交。连 Fractal 的 CEO 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都大方地承认，所谓的100倍速度完全是基于设计阶段的软件仿真，也就是 PPT 里的模拟数据。他们根本还没造出能跑真实测试的物理硅片。为什么造一块实体推理芯片这么难呢？咱们用一个生活常识来理解 Fractal 做的这套技术，叫 SRAM 存算一体。大模型推理最耗时间的其实不是计算本身，而是数据在内存和计算单元之间的来回搬运。传统英伟达的架构就是把做好的菜从巨大的后厨端到餐厅里给客人，路上来回的跑，耽误时间，学术界叫内存墙。Fractal 的思路很暴力，直接把灶台架在每个客人的餐桌上，把计算和存储物理的融合在一起，服务员不用跑腿了，理论速度当然起飞。这条思路跟 Groq 存算一体路线如出一辙，也正是英伟达花200亿要把它纳入自己生态控制之下的原因之一。但物理学是残酷的，你把灶台架在餐桌上，整个餐厅会被烤得没法待人，这叫热力学极限。而且灶台占了餐桌的位置，导致面积巨大的餐厅最后只能摆下2-3张桌子，这叫 SRAM 微缩停滞带来的面积墙。一旦在真实数据中心里，面对几千个机架的高温，系统只能强行的降频。PPT 里那条完美上升的性能曲线会瞬间被现实撕得粉碎。更冷酷的是，芯片行业的工程时间线，从把图纸送去台积电流片，再拿回来测试，提升良率，再到塞进云厂商的机架，通过几千小时的高温高压的企业级认证，整套流程的行业平均周期是2.5到3.5年。中间任何一个微小的设计切线，整个进度就得推倒重来。所以哪怕 Fractal 所有的纸面吹嘘的都能成真，能向数据中心大规模的交付产品的时间，也已经被焊死在了2027年底甚至2028年以后。那么 Anthropic 的高管是不是脑子坏了呢？花这么多的算力去跟一个连测试数据都没有，2027年也指望不上的期货谈采购呢？这就是今天最绝的反常识逻辑了。正因为 Fractal 没有量产，正因为它是零交件，所以它的 PPT 曲线才是最完美的。IPO 投资人买的从来不是你今天的利润，而是你未来的折现。如果今天端出一颗已量产的芯片，华尔街分析师立刻拿放大镜去挑毛病，发热严重，良率拉垮，生态不兼容，降本10倍的故事当场破产。但如果这颗芯片还在 PPT 里呢，它的曲线永远是最完美的。Anthropic 只需在上市路演里放上预期2027年推理成本断崖式下降10倍这张饼，就能完美的修饰现在那可怜的40%毛利率。你可能会问，华尔街那么精，难道不知道这颗芯片是期货吗？当然知道，但 IPO 买的是故事，而不是机房里已经在工作的硅片。只要故事成立， Fractal 就已经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使命。这就是估值叙事，这是华尔街语言，这是期权思维。但 Fractal 的价值不止于此，它还是 Anthropic 手里最锋利的溢价杠杆。你要知道， Anthropic 的算力命脉被死死地捏在3家超级巨头手里。英伟达的 H100 算力卡采购成本超过2万美元，其中英伟达拿走了超过 70% 的惊人毛利。你支付的根本不是沙子和硅片的钱，你支付的
是给英伟达CUDA生态的市场准入费。相比之下， Google 自己研发的 TPU 或者亚马逊自己研发的 Trainium 芯片，因为去掉了这层恐怖的毛利溢价，等效成本只有5000到7000美元。这就是为什么 Anthropic 捏着鼻子也要签下 Google 和亚马逊那 8.5G 瓦的远期算力承诺。但这同样是陷阱。英伟达用 CUDA 生态锁死你， Google 用 TPU 锁死你，亚马逊用 AWS 平台锁死你。Anthropic 最大的风险不是买不到算力，而是每一条算力生命线都被别人掐着脖子任意的定价。这时候拿着 Fractal 的早期采购意向书，就是 Anthropic 在跟这3大房东谈细租时，手里多了一份隔壁小区的报价单。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房东仗着地段好，要给你涨 50% 的房租，你其实根本不想搬，因为搬家成本太高了。但你必须拿着一份隔壁小区的租房合同，哪怕这个小区还没有完全建好，也要在房东面前晃一晃，告诉他，你要是再不降价，我很快就有第4条路可以走。这套战术在科技史上屡试不爽。最经典的案例就是苹果对抗高通。当年 iPhone 的基带芯片被高通垄断，高通不仅卖芯片贵，还按整机售价提成，这叫高通税。苹果怎么反击的呢？宁愿忍受信号差的风险，也要砸几十亿美元扶持当时技术拉垮的 Intel 基带。苹果知道 Intel 不行吗？当然知道，但苹果的目的就是人为的催熟一个备胎，让高通坐在谈判桌前相信，老子不是非你不可，只要 Intel 还活着，高通的报价就必须给我降下来。今天的 AI 算力战场就是当年那场底座之争的完美重演。你看其他的巨头在干什么呢？ OpenAI 砸下100亿美元，强行跟精研级大芯片公司 Cerebras 深度绑定，甚至自己掏出10亿美元帮他们在德克萨斯州建机房，买下750兆瓦的推理算力。 Meta 早前则高调扶持了做存算一体的初创公司 Grok， 钦定它为运行拉玛开源模型的官方加速引擎。大家都在疯狂的养备胎，而面对这种备胎的战略，英伟达的反击堪称残酷的防御性屠杀。就像我们在英伟达收购 Grok 那2期里讲过的，就在2025年的圣诞节前夕，英伟达毫无征兆地砸出200亿美元现金，买断了 Grok 全部的底层专利，并且把 Grok 80%的顶尖核心工程师直接挖到自己的公司。英伟达花这200亿，不是为了卖 Grok 的芯片，而是要彻底锁死这项技术，把 Meta 辛辛苦苦扶持起来的备胎直接在摇篮里掐死，掐断所有潜在叛逃者获取廉价推理替代方案的路径。这就是真实商业世界的尔虞我诈。所以 Anthropic 接触 Fractal 本质上是在告诉 Google、 亚马逊和英伟达，你们看清楚，如果算力租赁费不降价，我很快就有第4条路可以走。 Fractal 连一块硅片都不用造出来，只要坐在谈判桌上，就已经在帮 Anthropic 赚钱了。但这一招还有一个更精密的用途，而且是直接影响 Anthropic 估值几千亿的那种。当我们把这套商业推演全部收出的 Anthropic 即将到来的 IPO 大考上，你会发现这家公司正在构建3道极其精密的估值防线。第一道，面子，企业客户疯狂的增长，安全合规路线比 OpenAI 做得更好，能稳住散户基本盘。第二道，里子，拿来堵住精算师嘴巴的推理成本下降路径。 Fractal 就是这道防线里最核心的道具。
当分析师质问40%的毛利怎么活时，就把 Fractal 的 PPT 甩在桌上，看，底层硬件革命正在发生，单位成本改善只是时间问题。第3道，底气，向资本市场证明供应商多元化。我没被英伟达卡死，没沦为亚马逊的附庸，我有能力在巨头之间左右逢源，相互的压价。但这张底牌有一个致命的反噬点，把没有兑现的筹码写进 IPO 的防线里，就像在冰面上盖楼，一旦冰化了，楼就塌了。如果到了2027年 Fractal 的芯片在实验室里彻底的翻车，或者根本通不过数据中心的认证，那 Anthropic 今天画出去的77%的利润率大饼，就会瞬间变成明天爆雷的信用负债。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 Anthropic 极其聪明地选择了早期采购接触，而不是战略领头。投资就要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跟一个期货绑死，采购接触叫买期权，进可攻，退可守。成了，我是你的大客户，我享受降本红利；败了，那是风投机构亏了2亿，与我无关。我大不了继续捏着鼻子付英伟达的账单。那么，这场巨头博弈跟你的投资和职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关注科技股和美股，如果你手里正在持有任何的 AI 概念股，或者打算参与 Anthropic、OpenAI 这种超级独角兽的 IPO， 千万不要被这些公司动辄翻倍的年化收入给糊弄了。现在硅谷有一种极其危险的资金游戏，云巨头投给 Anthropic 几十亿， Anthropic 转手就把这笔钱以算力租赁费的形式交还给云巨头。收入和估值虽然被做大了，但真正的自由现金流，也就是公司手里真正拿得到的现实钞票，依然在疯狂的失血。你真正要拿放大镜去盯的排雷问题只有3个。第一，它的每 token 推理成本有没有一条清晰可见且经过物理实测的下降路径？第二，它的算力供应商有没有形成相互牵制、相互压价的格局呢？第三，它在路演里吹嘘的革命性自研定制芯片，是已经在财报里帮他省下了真金白银，还是仅仅停留在不用交件的 PPT 里当谈判筹码呢？搞不懂这3点，高估值 AI 巨头买进去就是去当接盘侠。你发现没有，连地球上最吸睛、估值最恐怖的 AI 巨头，现在都在为每一美分的推理成本疯狂的算计，甚至不惜欺尊降贵去扶持一个没量产的期货备胎。这意味着行业风向标要变天了，不计成本烧钱堆规模，亏本补贴拉日活的古典互联网时代不仅结束了，而且是在被连根拔起了。AI 时代的上半场，大家拼的是打榜，看谁的模型更聪明，那仅仅是拿到了上牌桌的门票。而 AI 时代的下半场，比的是冷酷的利润表，谁能把智能的单位成本死死地压榨到资本市场能接受的水平。模型能力是门票，但推理成本才是决定你能活多久的利润表。无论你是做 AI 应用的创业者，还是在公司内部推行新项目的打工人，如果你的故事里只有用户的增长，却没有明确的毛利改善路径，那你已经拿不到下一个时代的入场券了。如果未来12个月，我们看到 Anthropic 继续接下更多像 Fractal 这样的还没量产的小型芯片公司，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写进上市招股书里，那就只说明一件事：华尔街已经彻底不满足于听 AI 增长故事了。资本正在拿着枪指着这些 AI 巨头的脑袋，逼他们交出真实的成本下降路线图。那么，如果一家 AI 公司的收入狂飙，但推理成本依然是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
你会愿意按极高估值买它的股票，去赌它能造出便宜的芯片吗？还是宁愿去买英伟达、台积电，甚至电力公司这种底层的卖水人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选择。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再见。